难道是我干的？不可能，我对他连强迫的念头都没有。我叫陈洛，我做梦也没想到，这一觉醒来，我的世界彻底崩塌了。我暗恋了10年的女神黎莎，竟然躺在我身边，头破血流，生死未卜。还有气，叫120，把他带走。姓名、年龄、籍贯、职业。陈洛，20，汉中省景县人，彭城大学金融系大2学生。我没杀人。被害人身上全是你的指纹，你身上还有他的抓伤，铁证如山。我没有，这真的不是我，我就试着亲他，被躲开后就晕了，醒来他就这样了。被害人为什么在你家？他被骗光钱，和爸妈吵架，离家出走，找我求助。你追他多年求而不得，就趁人之危？不是的，真的不是。2个警察对视一眼，眼神满是不屑。在确凿证据面前，他的辩解像极了顽抗。可他无论怎么想，都记不起昏迷时发生了什么，只能张着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把你和他的关系、今晚的事仔细讲一遍。我说，我初一就认识丽莎了，3年都是前后座。那时她文静秀气，我对她一见钟情，但那时胆子小，始终不敢表白。高2那年，我鼓起勇气写信表白，换来的却是她的退学通知。她说成绩差，家境穷，要去管成学美容。从那以后，我们只偶尔在 QQ 上联系，也就是寥寥数语罢了。直到我考上彭城大学，特意去管城见她。时隔数年，她依旧漂亮，但少了清纯，多了几分妩媚。我当时激动的昏了头，过马路时忍不住攥住了她的手，直到她借口过马路，把我的手甩开了。那次见面后，我成了她的提款机，她只在需要钱或者东西时才会联系我，其余时间10天半个月都杳无音讯。2年下来，我办了7张信用卡，欠了3万多，钱花了，却感觉和她的距离越来越远。今年情人节，我捧着花去宛城，收到的却是短信，说她有男朋友了，别联系。我浑浑噩噩走了几小时，第2天在麦当劳看到她和一个男人依偎着吃早餐，我没敢上前，落荒而逃。那时候我就决心忘掉她，一边读书一边兼职还债。可前天她哭着打来电话，说被骗光了钱，和父母吵架，离家出走，走投无路，求我帮帮她。我心软了，赶到宛城，把她接回了彭城家里。我父母以为是未来儿媳上门，他们平时很节俭，那天特意请丽莎去了贵价餐厅。丽莎表现得很乖巧，深得我父母满意。当晚父母早早休息了，他们凌晨2、3点要去市场卖菜，全年无休。我和丽莎在房间看电影，气氛很尴尬。她说要回老家投奔旧同事，让我帮忙买票，还要借几百块。我买了隔天的动车票，把身上剩下的钱都给了她。熬到凌晨2点，我听到父母出门进货了，我提出去父母房间睡。丽莎看起来如释重负。起身时我们贴得很近，我闻到她身上的香味，脑子一热就忍不住亲了上去，可她早有防备，瞬间躲开了。我当时羞愧难当，一边道歉一边往外跑。就在那时候，突然我很诡异的失去了意识。警官，真的，我醒来时她就已经那样了。陈洛说完前因后果，忐忑地看向审讯的警察，两人表情平静，能听出他说过往时条理清晰，不像撒谎。唯独说到黎莎重伤，他只坚称失去意识时。你确定要把这番话带到法庭？为什么没人信我？你父母来了，想见你，可在刑事拘留期间不能见家属。好好想想他们，你想让他们白发人送黑发人吗？爸妈，致人重伤，岂不就是10年？要是就不回来，甚至是死刑。不是我不认！我操！审讯室，然后呢？怎么会在这里？难道又是我干的？突然，一个陌生念头蛮横地闯进了脑海。
必须尽快离开。警察马上到。不对，是谁在我身体里？两个念头在他脑中激烈对抗，身体也跟着诡异行动。僵持几分钟后，陌生念头占了上风。想活命，就不要动。接下来，陈洛的身体自动蹲下，快速翻找伤者口袋，搜到10几张100元钞。他顺势检查了下，发现5人只是昏迷，顿时松了口气。他像旁观者般看着自己冲进公园洗手间，洗净脸上血迹，买了顶帽子，大步逃离。离开公园没多久，尖锐的警笛声呼啸而过，至少7、8辆警车冲向东华公园，显然是冲他来的。可陈洛的身体却停下奔跑，慢悠悠走向地铁站，狂跳的心脏也渐渐平静。路过药店时，身体自动拐进去，买了包口罩戴上，遮挡住面目。这种感觉诡异至极，他能感知一切，却无法主导身体。进了地铁，正值下班高峰，拥挤不堪。他的身体强行挤过几节车厢，在第3个站下车，走进地铁洗手间。陈洛看着自己掏出3个钱包和2部手机，他懵了，都是我偷的。自己什么时候成了神偷？手法高明到被偷的人，甚至他自己都毫无察觉。靓仔，玩玩吗？一次多少钱？300，包夜500。太贵。200，算你是第一个。好，走吧。先给钱哦，帅哥。陈洛彻底慌了，他本以为身体里的意识是找地方休息，没想到会突然动手，现在更看不懂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。我要买狗。拿错了，我这里不卖狗。我还要买水管和狗粮。蔡浩明，别给脸不要脸，我不只认识你，还知道你是何翔的手下。住在龙兴村45栋906，靠网上卖狗赚赌资。带东西来随缘旅馆204，这里是你们朝南会的地盘，你不至于怕我一个人。5000，只有零件，需要你自己装。可以。电话挂断后，陈洛越发茫然，自己到底在交易什么？他盯着自己，又拨通一个熟悉的号码，是父亲陈东兴的。喂，爸，是我。听到爸爸声音的瞬间，陈洛仿佛又变回了那个无助的学生。你在哪儿？没事吧？爸，黎莎和东华公园的事真不是我做的，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。小洛，你自首吧。爸，在我弄清楚真相前，我不会自首的。挂断电话的自己立刻拆开手机，取出手机卡掰断，丢进蹲厕冲掉。此刻，陈洛向脑海中的自己发出疑问：黎莎和东华公园的事，是你干的？可惜的是，陈洛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到底是双重人格，还是精神分裂？敲门声骤然响起，我把床上晕过去的小姐摆成熟睡模样，盖好被子，才开门。先生，贵姓？汪。陈洛戴着帽和口罩，只剩一双眼睛锐利如刀。蔡浩明等人被看得心头一凛，莫名生出被猛兽盯上的危险感。东西在里面，王先生可以先验一下货。厉害，果然是行家。狗粮呢？货已经验过了，先交钱吧。有道理，钱在枕头下面，我拿给你们。陈洛心知枕头下没钱，心提到嗓子眼，却被一股莫名的镇定感压下，是身体里那个家伙的作用。就在自己手触枕头的瞬间，身体骤然暴起。不想死就别动。大哥，枪都给你，别杀我！这是何翔，是翔哥。拨通他，说有老板出100万买药子，要先去工厂看实力，付一半定金。翔哥，有熟人介绍的老板买货，出100万，想先去工厂看下实力。让他拿配型单来，按规矩来，没必要来工厂。大哥，工厂不让外人进，
再打过去，翔哥会起疑的。陈洛瞬间反应过来，腰子根本不是猪腰，是人体肾脏。蔡浩明这群人敢卖枪，加上说什么配镜单100万，分明是器官交易。他彻底懵了，一开始以为脑海里的他是想嫖娼，接着是买枪，然后是杀人越货，现在竟跟器官工厂有关，这哪里是交易？他从一开始就应该是冲着何翔去的，找蔡浩明不过是抢武器。一声闷响，第二人格一拳砸在蔡浩明太阳穴上，对方连惨叫都没发出，直接晕死。陈洛又气又急，这锅全得他背，可毫无办法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穿戴好装备，单枪匹马去闯人体工厂。他下意识想往龙兴村外跑，可自己没抢控制权。这时，一个念头涌入脑海：警方已在查那个手机号，很快会通过地铁监控锁定龙兴村，他们说不定已经在路上，必须尽快除掉何翔，再离开。你是故意留线索引警察来，你是知道我会抢控制权，所以有警方逼我妥协。一旦我拖延你的行动，被包围就插翅难飞。你这个王八蛋，到底想要干什么？他是杀了你全家吗？你要这么计划针对他？没错。冰冷的意念传来，带着刺骨的恨意。你到底是谁？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，你我本是一体。你没别的选，要么让我废掉何翔，要么被抓判10年8年。以你现在的能力，迟早会被抓住，也没有办法洗脱罪名。简单来说，没有我，你在这个世界上寸步难行。只要你让我办完了所有想做的事情，我会找路子送我们去国外，至少可以有命活下去。放屁！那3个人是你伤的。你确定要拿这话去法庭说？这句话正是审讯时警察问过的。陈洛愤怒却无法反驳，没人会信他的鬼话。再浪费时间，我们都走不了。我可以给你控制权，但你只能对付何翔。你已经伤了这么多人，再动枪，警方会挖第3尺找我。你杀的人越多，我父母越难做人。我答应你，只对付何翔。陈洛无奈放弃控制权，看着自己掉头往龙兴村深处跑，路线全是暗巷，昏暗路段，显然避开了所有监控，对地形异常熟悉。跑了10分钟，山脚下一座工厂映入眼帘，5、6米高的围墙布满电网，大门上方和两侧的夜视监控红光闪烁，安防严密的反常。自己绕到工厂后方靠山处，拿出蔡浩明的手机拨号。您好，这里是鹏城110，请讲。警察同志，我看到新闻上的那个逃犯了，死我了。请问您是在哪里看到逃犯的？请保持冷静。就在龙兴村上面的龙兴工业园，最靠近山脚那个工厂，墙特别高，还有电网，里面黑黢黢的，看着就不像好地方。那个逃犯刚钻进去了，你们快来啊！收到，我们马上派警力过去，请注意安全。你疯了吗？为什么要报警举报自己？你知道下面这个工厂是做什么的吗？那是个人体工厂，这是朝南会的窝点，黄赌毒俱全，坑蒙拐骗，放高利贷，最后把还不上钱的人抓来，摘取特殊的医疗样本去卖，甚至买通医生，按需抓人。贩卖人体器官，县市里真的有这种事？为什么没人管？目标大多是赌徒和烂人，失踪了也没人在意。买家都是有权势的人，他们会提供保护伞。李成斌就是靠这个拉拢权贵。我明白了，你故意报警是想借警察的手毁了这里，顺藤摸瓜端了朝南会。你其实一直很聪明，只需要施加一点压力，你的潜力就能被激发出来。你所谓的压力，就是让我落入这样的绝境。丽莎，她难道也杀了你全家？他是一切的源头，这么说也没错。什么意思？你现在只需要知道，他必须付出代价。杀了何翔，事情就结束了。我的名单上还有3个人，这3个人又做了什么？他们都该死，必须死。你故意报警引警察来，是为了逼何翔从密道逃出来。守在这里，是确定他会走这条路。你的脑子开始变好用了，你本就聪明，只是没被逼到绝路。人在绝望、痛苦这种极端情绪下，潜力才会彻底爆发。陈洛一怔，确实感觉这段时间脑力被完全调动，思路能跟上对方的节奏了。看那个草堆，工厂表面是废油仓库，底下藏着地下密室，关着所有肉猪。密室有条直通这里的密道，是何翔的逃生通道。警察一到，
做贼心虚的何翔必然弃场跑路，绝不会留在原地等死。草堆就是密道出口。是的。你怎么知道这些秘密？对方没有回应，陈洛也习惯了。这个家伙从不回答无关紧要的问题。现在该等何翔出来动手。打电话给谁？开门！有人吗？警察检查。查到工厂信息了，魏大，登记的是废油仓库，负责人电话是空号。破门！厉大队，你好。陈洛，不愧是东洋分局神探，听声音就认出来了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号码？我不仅知道号码，还知道你的秘密。魏从林，1982年生，东华省丁河县人，中州警察学院第1名毕业，破过1019连环杀人案、彭城大学碎尸案，30岁就当上刑侦大队长。真正的秘密是，你父亲魏廷贪污受贿，被你发现后献妻自首，他下跪求你，你却坚决拒绝，最后你主动举报，导致他跳楼自杀。你母亲至今不肯让你进门。魏从林闭眼再睁开，眼神从悲伤恢复冷厉。你打电话来是挑衅？不，我送你一份天大的功劳。这工厂是朝南汇的人体工厂，囚犯关在主仓库地下密室，入口在中间的废油桶下，开关在办公桌底下。他们很快会开门复验检查，别漏掉这里。魏从林立刻给身后警察挥了挥手，几人迅速散开搜寻。报警电话是你打的，想戴罪立功？魏大队长，别浪费时间。等你破了这桩大案，我再送你一份功劳。再见。陈洛心中惊叹，对方竟主动给警察提示，简直在刀尖上跳舞。他还想问对方怎么知道这些秘密，身体却已握紧枪，快步冲到密道出口旁。举起手，慢慢转过身来。警察同志，我只是打杂的，被逼的。陈洛蹲下身，在何强身上摸出2串钥匙，一串车钥匙，一串门锁钥匙，自己揣好钥匙，朝着山上攀爬，爬了7、8分钟到半山腰，身后传来手电筒的光芒。警察发现了何强，正循着足迹追来，自己立刻转向山的另一侧冲下去，借着树木缓冲，几分钟就到了山脚，直奔大马路。看着这一切，陈洛瞬间就明白，这辆车是何强的应急逃生车。体内的自己早就摸清了所有细节，从地铁偷东西，找站街女进旅馆，杀蔡浩明夺枪，到引警察端掉人体工程，每一步都精准落地，完美达成。车开了40分钟，驶入高档小区地下停车场，自己乘电梯上到10楼。用钥匙打开1002号房门，屋内装修豪华，却弥漫着霉味，窗帘紧闭，家具蒙着薄灰，显然久无人居。自己直奔卧室，清空衣柜里的衣服，有一面墙壁用力一推，木板移开，露出1米高的保险柜。2009年7月16日，浩宇公司杨玉峰换肾，定金20万。2009年9月3日，北龙分局魏廷妻子于敏换心，李成斌指示免费找肾源，10月17日手术。魏从林的父亲是为了给妻子换心才贪污受贿，能想到这一层，说明你开窍了。再说说，你还看出了什么？这些都是器官移植记录，何强详细记了时间、地点、人物和联系方式。他将来应该是想用这个威胁这些人，这应该是何强私自记录的。怕被李成斌发现，才偷偷买了这套房子藏起来。很好，继续。你拿账簿是想用来对付李成斌，因为单枪匹马对付他太难，你先借警方端掉人体工厂削弱他，现在拿账簿是还有后手。不错，继续。李成斌太小心，从不沾手脏活，人体工厂的线索随着何翔死亡已经断掉，警方定不了他的罪，账簿上的人非富即贵，
一旦曝光他们买卖器官的事，就算没有实据，也会引发轩然大波。他们会记恨李成斌，不再帮他。这就是你要的削弱效果。远不止这些。你要把账簿寄给魏从灵，之前打电话透露他的秘密，是为了展现实力，让他相信账簿的真实性。他看到父亲的记录，一定会去问于敏。查清真相后，以他的性格，会死死咬住李成斌不放，还会逐个调查账簿上的人，让李成斌众叛亲离。还没完，你还想从内部瓦解朝南会？账簿是何香私藏的，李成斌不知道。你可以把账簿抄一份藏在他手下家里，再把原件寄给魏从灵。警方追查 IP 地址，会找到那个手下。李成斌生性多疑，必然认定是内奸，直接动手清理门户。你是想栽赃陷害他的手下？哈哈，终究是我。大致没错，细节要完善。陈洛头皮发麻，对方的心计简直深不可测。所以你要陷害的人是谁？明天你就知道了。现在睡觉。脑海里的声音戛然而止，不再回应任何问题。陈洛没再追问，疲惫感已如潮水般涌来。这一天的刺激与奔波耗尽了他所有的精神和体力，几乎是头一沾枕，便陷入了沉睡。鹏城东方分局的会议室内，灯火通明。魏从灵站在墙边，将投影仪幕布缓缓降下，身后坐满了神色凝重的警察。李局，陈洛的审讯视频里有疑点。他话音刚落，便吩咐人关掉灯光。只见在笔记本上一点，幕布上立刻出现审讯室的画面。视频里，陈洛起初唯唯诺诺，满脸慌张，俨然是第一次进警局的模样。可当年轻警察解开他的手铐时，他身形骤然暴起，半截手铐死死勒住对方脖颈，动作狠厉，瞬间就让那警察双眼翻白。中年警察惊慌之下丢出钥匙，开门放行时还在呵斥：“这里是警局，你跑不掉。”陈洛却毫不在意，稍稍松开手铐，挟持着人质大步离开。魏从灵按下暂停键，镜头被不断放大。此时陈洛的眼神冰冷刺骨，杀气扑面而来，与之前判若两人。诸位都看得到，前后两个陈洛根本不像同一个人。会不会是他一直在演戏？不像，他被审讯时的眼神、表情、肢体动作都太过真实。若真是演技，堪比影帝。可他才20岁，履历简单，根本没有学过演技的经历。也可能是精神变态，天生擅长伪装。不排除这种可能，但他后续展现的疯狂和格斗能力，绝非精神变态能解释。魏从灵按下播放键，画面切换到大街上，警车追逐着警车，最终在一座桥上被撞断围栏坠河。我们只救回了小吴，陈洛不知所踪。我们以为他顺流而下，没想到他溺水跑进东华公园的望月塔，睡了一整晚。天亮被管理员发现报警，韩磊他们最先赶到，却被陈洛以一敌5全部放倒。韩磊至今昏迷。受伤的同事说，陈洛的格斗技巧庞杂且致命，泰拳、巴西柔术、截拳道的杀招信手拈来，这些技巧绝非短期能练成。以他的家庭背景，也根本没条件学习。但有个奇怪的细节，他击倒韩磊等人后，打了120才转身离开。小刘没完全晕过去，说看到陈洛的身体很怪异，一会儿想跑，一会儿又蹲下来搜身。从灵，直接说结论。李局，我认为陈洛是多重人格，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他的矛盾表现。主人格没杀离杀，所以表现的无辜真实。众人纷纷点头，认同这完整的逻辑链。你觉得哪种可能性更高？第二种，朝南会内部有奸细。魏从灵清点笔记本，幕布上出现随缘旅馆的照片，蔡浩明和2个手下倒在血泊中。这3人今晚死于此处，凶手极可能是陈洛，他报警用的就是蔡浩明的号码。我们在蔡浩明住所搜到大量制枪零件和工具，他长期通过网络售卖零件，还在本地有销售网络，用以换取毒资。4.26枪击案的枪支弹药正是他制造的。在场警察神色各异，没人想到魏从灵竟顺带破了3桩大案。为什么蔡浩明死了，你就认定有内部奸细？朝南会禁止手下私自贩枪，蔡浩明的面对面交易只接受熟人介绍。陈洛能将他们引到小旅馆，必然有内部人担保，否则蔡浩明绝不敢冒险。幕后之人本想让陈洛拿枪杀何翔，没料到他会直接带我们端了人体工厂。介绍人若是圣盟的人，蔡浩明不敢应约，所以大概率是内部奸细。陈洛杀他们是为了灭口。现在最麻烦的是，陈洛手上有枪了，从何翔体内取出的子弹与蔡浩明窝点制造的完全一致。以后抓捕行动，所有人必须配枪。明白。此事影响极大，市里面和省厅都在关注。虽然破了3桩大案，
但首要任务仍是抓捕陈洛。不管他是多重人格，还是与人合作，必须限期归案。是。众人纷纷点头，认同这完整的逻辑链。你觉得哪种可能性更高？第二种，朝南会内部有奸细。魏从林清点笔记本，幕布上出现随缘旅馆的照片，蔡浩明和2个手下倒在血泊中。这3人今晚死于此处，凶手极可能是陈洛，他报警用的就是蔡浩明的号码。我们在蔡浩明住所搜到大量制枪零件和工具，他长期通过网络售卖零件，还在本地有销售网络，用以换取毒资。4.26枪击案的枪支弹药正是他制造的。在场警察神色各异，没人想到魏从林竟顺带破了3桩大案。为什么蔡浩明死了，你就认定有内部奸细？朝南会禁止手下私自贩枪，蔡浩明的面对面交易只接受熟人介绍，陈洛能将他们引到小旅馆，必然有内部人担保，否则蔡浩明绝不敢冒险。幕后之人本想让陈洛拿枪杀何翔，没料到他会直接带我们端了人体工厂。介绍人若是圣盟的人，蔡浩明不敢应约，所以大概率是内部奸细。陈洛杀他们是为了灭口。现在最麻烦的是，陈洛手上有枪了，从何翔体内取出的子弹与蔡浩明窝点制造的完全一致。以后抓捕行动，所有人必须配枪。明白。此事影响极大，市里面和省厅都在关注。虽然破了3桩大案，但首要任务仍是抓捕陈洛。不管他是多重人格，还是与人合作，必须限期归案。是。从林有抓捕方案吗？有。第一，堵死偷渡渠道；第二，派人盯着朝南会的地盘，他明显冲着朝南会来；第三，继续盯着陈东兴夫妇，不管他有没有多重人格，大概率还会联系父母。去执行吧。是。会议结束时，陈洛仍在沉睡，对警方的推测一无所知。他做了个漫长的梦，梦里李莎没被杀，第2天就坐动车去了江城，之后却频繁找他借钱。陈洛入不敷出，办了多张信用卡，最终沦为卡奴，又借了套路贷，债务利滚利，越积越多。父母拿出毕生积蓄为他还债，一夜苍老。母亲李兰月重病，没钱医治，拖成了肝硬化。陈洛四处借钱碰壁，走投无路时，放高利贷的人给了他一条路，打地下黑拳，赢一场至少1万。那是没有规则的生死场，陈洛凭借舅母的执念，硬生生用王八拳赢了第1场，却也满身是伤。他拖着伤打了几场，最终晕死在场上。赚来的钱全花在了医药费上。病房里，一个叫侯明的男人出现，邀请他去东南亚打黑拳，赢一场5万，还先借给他5万救治母亲。陈洛别无选择，跟着去了泰国。陈洛怒吼着惊醒，脸上满是泪水。天已亮，他仍在何翔的秘密房间里。这个梦太过真实，真实到他能清晰回忆起泰国训练的细节，能准确说出人体所有致命部位，甚至知道怎么用枪，还会讲泰语、马来语、英语和西班牙语。他颤抖着拿起床头柜上的枪，意念一动，不到10秒就将其拆卸成一堆零件，再闭眼摸索，同样不到10秒，枪便重新组装完毕。Good morning, me pasa。当这句西班牙语脱口而出时，陈洛彻底僵住。他从未学过用枪，也没学过西班牙语，可这些技能此刻如同本能般刻在骨子里。你给我出来！我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又是谁？你不是早就有了答案？脑海里的声音淡淡响起。陈洛脸上满是惊疑。你真的是我？是。得到肯定答复，陈洛浑身力气仿佛被抽干，瘫坐在床上。他终于想通了所有疑点。这个家伙在他身体里复活的那一刻就杀了丽莎，因为在他的世界里，丽莎是一切悲剧的根源，丽莎必须死。他从警局逃脱，知道蔡浩明有枪，知道人体工厂的密室和密道，只因他来自2018年，经历过这一切。他杀何翔是因为前世何翔将本应给母亲的肝源让给了林孝堂，他的必杀名单上还有林孝堂父子和李成斌，而自己现在能熟练用枪，说外语，都是因为共享了他的记忆和技能。你不是艺术家吗？为什么不能无声无息杀了丽莎，非要把我变成通缉犯？那个时候我刚和爸一起被炸死。脑海里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痛苦。你刚也感知到了我的情绪。复活后看到丽莎这个祸根，我根本控制不住怒火。陈洛沉默了，他能理解这种极致痛苦后的疯狂。为什么你会复活？不是复活，是我的意识被一股力量吸引到了这个世界。这几天我发现，
我的世界和你的世界有细微差异，比如直到2018年，米国出现的是第一位女总统，而非黑人总统。所以我推测，这是多元宇宙。平行世界理论？没错，翻转硬币时，宇宙会因正反面一分为二。人生的每个关键选择都会造就不同的命运。前世我选择当丽莎的舔狗，最终家破人亡。而这个世界，我替你做了选择，你只能变强求生，再也无法回到原来的轨迹。所以你是杀手版的我，而我是废物版的我。陈洛哑口无言。是，对方坦然承认。你的身体像黑洞，吸引了刚死的我，但我能存在的时间不长。随着丽莎和何翔的死，我的执念减轻，意识也在变弱。这也是你能共享我记忆的原因。等我除掉剩下3个人，执念会彻底消失，你就能完全掌控自己的身体和人生。陈洛松了口气，没人愿意身体和人生被操控，哪怕对方是平行世界的自己。但他很清楚，丽莎之死，东华公园袭警，铁证如山，父母都不再相信他，司法机关更重证据，国内也无人格分裂脱罪的判例。他只剩一条路，帮杀手版自己完成复仇，再偷渡出国。我如果拒绝呢？你该记得2次失忆，那是我完全压制你的意识，掌控了身体。你现在的意志力根本无力反抗。我不这么做，只是会让我变得虚弱，需要时间恢复。陈洛沉默，他知道对方没说谎。杀丽莎的时候，你就想把我逼上绝路，让我不得不帮你。是，我反复说过，你我都需要极致压力才能激发潜力。按你以前的轨迹，就算不被丽莎拖累，也只会是个普通打工仔，连我的高度都达不到，活着有什么意义？做普通打工仔，总比当通缉犯亡命天涯强。我无法忍受你甘当废物的思维。李斯说，垢莫大却卑贱，而卑莫甚浊穷困。你就算成不了太阳，也该像流星，证明自己来过。陈洛一怔，瞬间懂了，对方清楚他的心智，替他斩断退路。废物在当前困境里活不下去，通缉犯怎么光芒万丈？引人注意，只会死得更快。我死前背着13国通缉令，照样随心所欲，钱财无忧。偷渡后找顶尖整容医生，改头换面，再买个真实身份，并非难事。我知道相关产业链，有钱就能办成一切。算了，我没别的选择。但愿你少折腾，让我活到出国。你没发现重点？什么重点？你共享了我的部分记忆，包括生死类上练出的格斗技能。这不是黑客帝国的程序下载，你还继承了我的战斗意识和直觉。我们本是一人，熟悉这具身体的优缺点。你的潜力远胜我，我满身暗伤，而你年轻的身体只要加强锻炼，能发挥我巅峰甚至更强的战斗力。还有那几门外语，你现在也能用了。这意味着我能拥有你所有技能？没那么简单，你现在只同步了部分记忆，要解锁全部技能，必须帮我了结所有执念。这笔买卖不亏，这些技能能帮你节省大量时间，为站到更高位置铺路。难怪有些记忆断断续续。你昨天让我推理计划，是想培养我动脑，万一你不在了，我也能活下去。不，我是想让你站到更高位置，而非苟活。我这辈子不算碌碌无为，但上限已定。你才20岁，有大把机会和时间。陈洛愣住，对方竟对他有如此高的期待。你现在虽废物，却有无限成长潜力。无限潜力？你以为我是最后一个被你吸引来的？我进来时，还有一道薄弱的意识和我争抢身体。应该是更废物的平行世界的你，被我驱逐后魂飞魄散。若后续进来的陈洛都有我的能力，你同步他们的记忆，技能会越来越多，人生上限也会不断突破，这就是无限潜力。为什么只有我能成为容器？这是你以后要找的答案，我没时间浪费。话音刚落，陈洛的身体便站起身，走向保险柜，拿出2部手机。你在你的世界已经杀过李成斌，为什么不直接动手，非要这么麻烦？既然能重来，为什么让他死得痛快？我要让他亲眼看着犯罪帝国崩塌，让他体会生不如死的滋味。可这个世界的仇人不是你那个世界的人。他们同名同姓，
做着同样的恶事，就是同一个人。你要陷害的是谁？姚安福，朝南会地下赌场负责人。杀手版陈洛一边开机拍账簿照片，一边说道：何想和他不和，本想抢赌场业务，却败给了更得李成斌信任的姚安福，只能负责人体工程。何想偷偷记录器官移植的把柄，就是出于不满。拍完照片，杀手版陈洛揣起账簿走向阳台，左右观察确认无人后，双手扶栏翻了出去。下次能不能提前说一声？我的小心脏受不住。杀手版陈洛没理会，径直走到电脑前注册邮箱，上传照片编辑邮件，飞快输入地址，点击发送。这里是姚安福的家，不然你以为何想为什么买楼上的房子？何想在这装了监听器，监听姚安福好几年，发现他对李成斌忠心，却爱中饱私囊，通过假账转移赌场现金，部分藏在这里，部分在情人家里。现在怎么办？等什么？就算魏从林找到姚安福，李成斌对峙后杀了他，换个赌场负责人，也削弱不了朝南会。所以要在关键时刻救姚安福，李成斌不会放过他。姚安福为了保命，只能和李成斌鱼死网破。姚安福一个小头目，敢和李成斌作对？李成斌常年隐于幕后，很多新小弟只知姚安福，不知他的存在。平常发钱也是姚安福经手，小弟早以为姚安福才是老大。只要姚安福不说明对手是李成斌，命令他们动手，他们只会听话。陈洛恍然大悟，对方连后续都算计好了。就算计划不成，何想的监听器里有姚安福藏钱的录音，发给李成斌，姚安福照样死路一条。杀手版陈洛走到书房，打开电脑，输入一串网址，进入暗黑风格的全英文聊天室，快速敲击键盘。我要买 K2M7、Z8 以及 S21，明天中州鹏城，现金，备好货后联系这个号码。说完电话号码，杀手版陈洛关闭页面。这是黑暗之矛的装备供应商，你还能用上内部系统？军火商只看利润，只要知道网站、武器代号和交易暗号，就视为内部人员。我要买点狙击枪，这东西能运进来？有钱能使鬼推磨，他们势力庞大，除了核弹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，什么都能弄到。就算运不进来，也能学蔡浩明，国内生产零件分批运输，到目的地再组装。陈洛三观被刷新，这样的世界是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。你3天没洗澡，身上都臭了，去洗个澡，等魏从林的消息。陈洛嗅了嗅，果然闻到一股异味。你怎么知道姚安福什么时候遇险？能及时出手？姚安福的车里有监听器。杀手版陈洛走到第2个房间，打开衣柜，拿出一堆设备，调试后戴上耳机。耳机里只有微弱的汽车鸣笛声和引擎声。显然，姚安福的车在停车场。等了2个小时，陈洛饿得翻出几桶未过期的方便面，烧水泡着吃了。直到中午，耳机里终于传来动静。去龙湖山庄。好的，福哥。杀手版陈洛立刻拿出手机拨号。喂，姚安福，你车里和家里有李成斌装的监听器，他知道你赌场做假账，还把钱藏在住处和情人家里。别说话，别露异样，有人在监听，听明白就一声。啊，今天东阳分局的魏从林找过你，他问的是人体工厂的账簿，还给你看了照片。你现在接到了李成斌的电话，让你去龙湖山庄。你该清楚，去了就活不回来了。他知道对方说的是实话，人体工厂被端后，李成斌本就在查内奸，魏从林带着账簿照片找上门，自己再被查出私藏钱，必死无疑。想活下去，就听我们警方的指示。姚安福心中怒火翻涌，猜到是警方设局嫁祸，但他屁股不干净，只能任由拿捏。现在别去龙湖山庄，也别回家，挂断电话，让司机掉头回酒店赌场，派人去接你老婆孩子。李成斌已经派人去绑他们了，要灭你满门。姚安福想质问为什么不派人保护，却不敢出声，只能嗯了一声。回赌场后，让你手下把另外3家赌场的现金都运过来，账户资金全部转到你名下。这笔钱是你谈判的筹码，也是唯一的活路。办好这些，排查赌场的监控和监听设备，没问题后打这个号码。挂断电话，姚安福立刻给司机看短信。车内有监听器，别说话，掉头回酒店，到地方放我下来。
你去世纪酒店赌场，让他们把昨晚的现金送过来。司机慌忙点头掉头。豹子，放点歌，音量调大。趁着音乐掩护，姚安福在座位靠背后面找到藏在皮套里的监听器，眼中闪过怒意，却没动它。别打麻将了，有人要杀我们全家，赶紧去学校接小豪去机场，我给你们买去米国的机票。谁跟你开玩笑？快去！挂了电话，姚安福进电梯刷到顶层，手机收到一条录音。福哥，今天转移的钱都在这儿，账做好了，放心，查不出来。小心点，被老大发现，我们都得死。福哥，不如单干吧，老大什么都不做，却躺着收钱，我都替你不值。闭嘴，你嫌命长了。福哥，拿20万，滚蛋！谢谢福哥。姚安福脸色铁青，他知道自己已无路可退，只能跟警方合作。快把另外3家赌场的现金全部运过来，账户里的钱全部转到我的名下，马上！与此同时，何翔家里，陈洛通过监听器听到姚安福家传来翻箱倒柜的动静。不到10分钟，一个冰冷的声音响起：“斌哥，在姚安福家里找到了工厂的账簿，还有大概500万现金，应该是从赌场偷的。知道了，把钱带回来。”是。10几分钟后，脚步声远去，门锁声响起，楼下恢复安静。陈洛心中佩服，杀手版陈洛果然算无一策。李成斌真的在叫姚安福过去的同时，派人来搜证据了。这一招太狠太绝，姚安福为保命必然反戈，李成斌的赌场会彻底瘫痪，朝南会也会因内斗损失大量人手。手机突然响起，正是刚才和姚安福通话的那部分。警察同志，我已经照做了，你们什么时候抓捕我？还不是时候。你们都知道他私设赌场，开人体工厂，为什么还不动手？人体工厂没有能指向李成斌的证据，何强收现金无交易记录，现在已被灭口。小弟和被救的人都不认识李成斌，我们需要赌场的借款合同、账簿和转账记录，才能将他定罪。姚安福彻底打消疑虑，这些细节只有办案警察才可能知道。这些东西都在我手上，抓住李成斌后，一定要算我立功。当然，把东西送到东阳分局给魏从林，就算立大功。好，我马上派人去办。挂断电话，杀手直奔书房，打开电脑，下载安装了一个程序，屏幕上弹出一段短信对话，发件人号码正是姚安福的。7000万，全部换成美元。这么大数额，至少要3天。今天就要，手续费可以多给20%。好，成交。这是姚安福的短信。是我发给他的录音里藏了木马，他一点击，手机就被监听和读取了。他很清楚，跟李成斌拼是死，自首也要坐10年8年牢。手里的钱足够他在国外逍遥，他必然会装配合，实则换美元跑路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让他跑不掉。杀手戴上口罩、帽子和墨镜，将脸遮得严严实实，握枪出门。刚关门，隔壁1003号房也走出一个女人，同样的黑框眼镜、帽子和口罩，身姿婀娜。两人对视一愣，杀手率先收回视线，走向电梯。女人多看了他2眼，也跟着过来等候。他认出我了。遇事冷静，他要是认出你，早回屋报警了。果然，女人看了片刻，便收回目光。这时，兜里的监听软件弹出消息，杀手插好耳机点开，里面传来一个冷漠的声音：姚安福，半小时内带账簿和钱来龙湖山庄，否则后果自负。迟到1分钟，你就会收到一个家人的零件。哈，我去了，全家都活不了。我让人送钱和账簿过去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。是刘泽恩。陈洛瞬间听出声音，正是刚才去姚安福家搜东西的人。能不能救他的家人？姚安福自己都不想救。龙湖山庄在北边，他却往南边去，而且他刚打过东航的订票电话，订的是去米国的国际航班，他要去机场跑路。世上怎么有这么恶心的人？人心比你想的险恶。对他来说，父母年老，老婆孩子可以再找，只有自己活着和钱最重要。电梯到达的提示音响起，杀手正准备进去，却发现里面挤满了人。为首是个160、70斤的胖女人，浓妆艳抹，香水味刺鼻，身后跟着一群黑衣保镖。门一开，隔壁的女人吓得转身就跑。你是个贱人，还想跑？胖女人尖叫着冲出去，保镖们紧随其后。女人反应极快，砰地关上房门。杀手站在一旁避开冲撞，等他们砸门时，才慢悠悠走进电梯，按下地下停车场。
一只匪手突然伸进来，挡住电梯门。胖女人怒视着他：“小子，你是不是和那个贱人一伙的？”“不是，我不认识他。”杀手按下关门键。“放屁！你们都打扮的鬼鬼祟祟，肯定是一伙的！你们这群骗子，今天不给交代，谁都别想走！”杀手皱眉，抬脚就踹在女人肚子上，将她踹出电梯，再次按关门。保镖们慌忙去扶。废物！老娘被打了还愣着，弄死他！压死我了！女人凄厉尖叫。等他们手忙脚乱救人时，电梯门早已关上，杀手已然抵达地下停车场。1003房间内，于叔通过猫眼看完全程，惊讶的张大嘴：“这瘦竹竿居然这么能打！”刘总要追那小子吗？给你妈呀！你们这群废物！痛死我了！他现在都跑了，你上哪去追？是，您说的对。给我撬门！今天非要抓住这个贱人！非法入侵民宅，我可要报警了！你敢？警察来了也是抓你这个骗子！我们签了正式合同，你投资损失3000万的事，要是被老刘总知道，你觉得他会把10几个亿的家产留给你这个赔钱货吗？胖女人脸色骤变，咬牙道：“3000万还我，剩下500万归你。”不如5-5开，让你和老公记得深刻点。你！胖女人气得发抖。你等着！与此同时，杀手驱车直奔机场。半小时后，他将车停在机场停车场离电梯最近的位置，躲在承重柱后。定位显示姚安福已逼近，果然，一辆黑色奔驰很快驶来，停在承重柱旁。姚安福刚要推门，副驾驶门被猛地拉开，一支装着消声器的枪顶在了他眉心。“大哥，包里有几万块，都给你。”赌场的账簿在哪？姚安福神色一变：“你是李成斌的人？”再问一遍，账簿是哪个？姚安福痛得满头冷汗，哆嗦着指向包里的黑色 U 盘。杀手拿起 U 盘，注意到其中一个带有微型显示屏，便让姚安福拿出笔记本，开机插 U 盘，确认文件后，杀手拔下 U 盘收好，又打开浏览器历史记录，找到瑞士银行的网址。杀手将带有微型显示屏的 U 盘插入电脑，那是瑞士银行的转账安全工具。姚安福被逼无奈，哆哆嗦嗦输入信息，屏幕显示账户内有1000多万美金。杀手追问转账密码，姚安福闭着眼报出，陈洛却看得清楚，杀手只是在键盘上乱按，他根本没有瑞士银行账户，只是为了套取真实密码。记下账户信息，杀手合上笔记本放进包。给你手下打电话，说你老婆孩子被绑架，让他们带家伙去龙湖山庄救人。姚安福瞳孔骤缩，惊怒交加：“你不是警察！”动动脑子，彭城除了警方，谁会对付李成斌？姚安福如梦方醒：“你是易胜天的人。”我老板的目标是李成斌，你的命没用，按我说的做，你还能带着情人家里的几百万跑路。姚安福迟疑片刻，咬牙答应，拿出手机拨号。福哥，什么事？猴子，李成斌抓了我老婆孩子，让所有兄弟带家伙去龙湖山庄救人，赌场现金分给大家，救回人再交1000万。干他娘的！福哥放心，我们一定救回嫂子和小豪。挂断电话，姚安福刚想求饶，杀手举枪对准他的太阳穴，扣动了扳机。世界酒店内，胡子跳上赌桌。兄弟们，福哥家人被绑架了。福哥说了，现金平分，砍死李成斌奖1000万。抄家伙，救人！数十个小弟瞬间沸腾，拿起钢管、砍刀，朝着龙湖山庄冲去。龙湖山庄占地10几亩，建有10多栋别墅，配备州界报警系统、无死角监控和专业保镖。李成斌常年身居于此，极少出门。严虎带着7、8辆车，半小时就冲到龙湖山庄门口，车辆轮番加速狂撞铁门，砰砰声震耳欲聋。可铁门厚实坚固，仅留下几道凹痕，纹丝不动。动静早已惊动山庄住宅楼顶。李成斌负手而立，望着大门方向，面无波澜。身后手下面露惶恐，畏惧的不是门外的乌合之众，而是眼前的男人。这些人哪来的？老板，为首的是严虎，姚安福的手下。姚安福有这胆子，他老婆孩子还在我手上。他与姚安福相识几十年，深知对方只会讨价还价或跑路，绝不敢正面硬刚。手下无人敢接话，书房内一片死寂。先是人体工厂，再是赌场，分明是有人在搞我。泽恩，益盛天那边有动静吗？
没有，异常平静。去查，除了这个老王八，彭城没几人敢惹我。兵哥，魏从林分析的有道理，易胜天可能勾结陈洛，把他变成移动炸弹，再买通姚安福从内部下手。我也这么想。魏从林找过账簿上的客户后，10几通骂声就打来了。赌场短期内开不了，下一步他们肯定盯着夜总会和毒品生意。我都派人盯着，没用。陈洛走到哪儿，警察跟到哪儿。易胜天这老王八竟想出这种邪招，得从根源上解决。泽恩，去接近陈洛父母，制造点意外，让他们受伤拍照。他不在乎自己，总得在乎爹娘，做得干净点。老板，这群混混要不要处理掉？白痴！这里是我家，杀了他们怎么跟警察解释？我们是守法公民，自然要报警求助。老板高明，他们持械闯民宅，抓进去后有的是办法收拾。去找姚安福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他家里的人处理干净。是。警方很快赶到，将严虎等人悉数带走。监控铁证如山，此事迅速轰动彭城地下世界。李成斌沦为笑柄，手下接连背叛，小弟公然杀上门，连锁反应接踵而至。人体工厂的核心客户反目，赌场常客因安全顾虑不敢再去。警方更是顺势抄了4个地下赌场，2笔重创，让李成斌气得险些吐血。陈洛回到滨海时代小区，刚放下超市买的物资，就发现兜里多了一部手机，杀手在超市人堆里偷的。你一个杀手，还学偷手机？你以为这种手法很高明？我这只算是入门手段。别废话了，给爸发一条短信，让他们赶紧离开彭城，先回老家去办个护照。他们有危险。李成斌接连丢了2个场子，肯定猜到有人暗算，他会怀疑易胜天雇佣我们，找不到我们，就会拿你父母出气。陈洛心头一紧，立刻拨通父亲电话。爸，我是陈洛，你和妈马上离开彭城，朝南会要找你们麻烦。小洛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要逃到什么时候？你妈几天没吃饭，整夜哭，眼睛都肿了。陈洛心中刺痛，愧疚不已。爸，我没做那些事，你们先走，只要离开彭城，我就去自首。不能说了，警方可能追踪信号。挂了。杀手突然接管身体，挂断电话，编辑短信。爸，回老家先办护照，我后续联系你。发完便把卡掰断，丢进马桶冲走。你早知道危险，为什么还要引火烧到他们身上？警察24小时盯着他们，李成斌不敢轻易动手，让他们走，只是以防万一。姚安福的钱，我会用来雇佣中州国际的保镖，暗中保护。这家公司2000年成立，是国内最专业的私人保镖公司。我是通缉犯，他们会接委托，让别人帮我们办。陈洛思索片刻，恍然大悟。易胜天，不错。杀手拿出另一部手机，输入号码却不拨号。这个电话你来打。陈洛一愣，随即明白这是锻炼他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忐忑，按下拨号键。喂，我是陈洛，易老大应该知道我是谁。陈洛？谁是陈洛？我为什么要认识你？电话那头语气居高临下，陈洛瞬间识破易胜天在装蒜，想掌握主动权。他二话不说，直接挂断。易胜天很快会回拨，我跟你说下他和李成斌的恩怨，两人有杀子之仇，多年互相暗杀。李成斌身居龙湖山庄，就是为了安全。这世上没人比易胜天更想杀李成斌。话音刚落，电话响起，是易胜天。陈洛接连拒接3次，一条短信发来：陈兄弟，刚才是玩笑，我知道你大名，有事好说。陈洛等真灵快结束才接通，听筒里传来易胜天的陪笑：陈兄弟，对不住，刚才开个玩笑。易老大，我没闲工夫客套，我要朝南会涉黄和贩毒的窝点，这不是求你，是互相帮忙。我们的目标都是让李成斌生不如死。陈兄弟果然痛快，你怎么确定？我知道，最了解你的人，往往是你的敌人。盛蒙和朝南会斗了10几年，你若不知道，没人知道。哈哈，难怪你能耍得警察和朝南会团团转。陈兄弟，要不要替我做事？权力、钱、女人，你随便提。我是通缉犯，手上有警察的命，警方不会罢休。
这有何难？我认识顶尖整容医生，保证让你改头换面。易老大是知道姚安福死在我手上，看中我的利用价值了吧？不错，姚安福叛变，燕湖闯龙湖山庄，都是你手笔吧？20岁有这手段，难得。我好奇，你和李成斌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这么整他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目的一致。说得对，只要能让李成斌那狗日的生不如死，其他都无所谓。易老大不必试探，现在李成斌肯定认为我们是一伙的，会疯狂报复。你尽快把窝点信息给我，才能减少损失。厉害，这都被你猜到。我们先合作，弄死李成斌，再谈其他。涉黄和贩毒的窝点，我只知道涉黄的夜总会、KTV、洗浴中心、酒店共13个。夜总会和酒店最赚钱，接待的多是有钱人。贩毒的仓库呢？李成斌把毒品看得极重，50克就够死刑，他绝不会让外人知道。我派了不少卧底，只知道是他大儿子李靖康负责，运输售卖的都是朝南同乡，家人都在老家，没人敢出卖。把涉黄的厂子地址发给我。没问题，不过想让李成斌心痛，得从至尊会所下手，那是他招待达官贵人的私人会所，只对会员开放，历来报复。至尊会所开了5年，这5年他没遇到过危机。易升天沉吟片刻，突然一拍大腿，想起来了，3年前李成斌突然把二儿子李敬明送到大不列颠，今年才回来。当时就觉得奇怪，他都30多了，根本不是留学的年纪。现在想来，肯定是闯了大祸，被送去避风头。3年前，彭城有什么大事？还能有什么？周氏集团长孙女周听雪失踪了。周听雪，周氏集团资产超3000亿，业务遍布长江以南，实力雄厚。周听雪是周家公主，失踪至今没线索。李敬明怎么会跟他扯上关系？李成斌早年想洗白，8年前得知周听雪在剑桥留学，就花钱把李敬明也送过去，让他刻意接近。可李敬明肚子里没货，英语都不会几句，被周听雪看穿。他还雇白人混混调戏，想英雄救美，结果被混混出卖，被打晕脱光丢在大街，还被剑桥开除。李成斌也遭报复，被2辆泥头车夹击，旗下生意全被警方搜查。他求饶后，按周家要求打断了李敬明一条腿，至今李敬明的右腿还是瘸的。周听雪是怎么失踪的？3年前，他和未婚夫郑飞扬订婚后，当晚甩开保镖，独自开跑车去了海边。那时候监控少，海边更是没有，至今没找到任何踪迹。有没有可能，李敬明怀恨在心，趁他独自去海边，找人劫持了他？极有可能。要是坐实这事儿，李成斌和朝南会都得完蛋。他得罪的可是周氏和郑氏2大豪门。有个办法，或许能找到线索。什么办法？第一，让至尊会所的卧底查3年前突然不再光顾的会员，能帮李成斌掩盖周听雪失踪的证据，必然是被他握有把柄的权贵会员，决裂后不会再去。那第二呢？直接抓李敬明审问。难，他躲在龙湖山庄，安保严密，硬闯南城，而且他绝不会承认。李敬明很清楚承认了这件事的后果，那个时候死的就不是他一个，而是全家了。那就先查会员名单。另外，麻烦易老大帮我雇中州国际的保镖，暗中保护我父母。我让手下直接保护。不行，你的人出现只会坐实我们合作的嫌疑，我父母会更危险。找个和你无关的人去办，费用我来出，稍后发境外美元账户给我。陈兄弟倒是不欠人情。好，办妥后告诉你费用，涉黄厂子地址马上发你。挂断电话，陈洛长舒一口气，紧绷的神经才放松。刚才看似从容，实则全程紧绷，全靠高速运转的脑力撑着。表现不错，先展现实力，再提要求，抓得住易升天的心思。周听雪的事别管了。为什么？这是弄死李成斌的最好机会。我可以确定周听雪的失踪和李敬明无关，就算有关，也是他故意做的。2018年，周氏集团押注新能源，市值破1万亿，掌舵人就是36岁的周听雪。周哲海力排众议，越过2代、3代男丁传给他，
他当年是故意失踪，2013年他会回周家的。这种豪门恩怨，你现在碰了就是粉身碎骨。先解决李成斌，可以等易胜天的调查结果。若李成斌真掩盖了证据，直接交给周家就行。周听雪没出现，周正两家必会逼问李成斌，我们借刀杀人即可。悟性很高，对付李成斌这种人渣，就得以毒攻毒。接下来我们怎么办？打蛇打7寸，先将至尊会所给处理了，再等易胜天的消息。如果我是李成斌，肯定能猜得到我们下一步会盯上他的黄河毒的生意，尤其是至尊会所，而且他手下的人还不用动手，只要看到我，直接报警就行了。哼，但愿万无一失，给他的打击越重。我有个办法，能一次性砸了所有场子，还没人敢再去。陈洛听到计划，惊道：“这已经不是玩火，是玩炸弹。有用就行。我们一起推敲细节，做到天衣无缝。”两人从下午推演到晚上，确定无误后，陈洛吃过饭便睡下。梦中，他竟掐着黎莎的脖子，对方痛苦呼救的模样无比真实。他拼命挣扎，却挣脱不得。醒醒！杀手的怒喝将他惊醒。屋内漆黑一片，还未等他反应，身体已被杀手掌控，抓起带消声器的枪，赤脚守在门口。外面传来轻微的脚步声，至少2人。房门被轻轻扭开，一个黑衣蒙面人握刀闯入。杀手毫不犹豫开枪，蒙面人应声倒地。门外第2人见状转身就跑，杀手再开一枪，子弹打在对方身前地面，吓得他僵在原地。我问你就答，迟疑就死。懂了。谁派你来的？刘心怡，那个很胖的女人。杀1003的雨叔。是的，雨叔骗了他3500万，他花500万给我们报仇。大哥，这里不是1003。杀手看向门外墙壁，瞬间明白1002和1003的门牌号被对调了，是余叔故意为之。刘心怡是什么身份？致远时代总经理，父亲是刘致远。杀手瞳孔一缩，抬手一枪击中那人后脑勺，对方当场毙命。他搜出蒙面人身上的开锁工具，试了试1003的门，发现里面加了内锁，硬撞会惊动邻居。再看隔壁阳台装了防盗网，只能作罢。这2具尸体麻烦转移到姚安夫家，他家没人，警察查过不会再去，处理后3、4天不会发愁。陈洛收拾好东西，包括保险柜的钱和监听设备，跟着杀手连夜搬到楼下902。刘致远到底是谁？周听雪回周家后，收购的第1家公司就是致远时代。刘致远退休后教女儿刘心怡打理，他投资亏损，公司估值从18亿跌到9亿，刘致远被迫出山，也无力回天，最终卖给周听雪。后来致远时代借新能源风口暴涨，刘致远据说在公司上市当天得知市值破1000亿，活活气死。